车泊天冷时可以有睡袋来保暖，但天气炎热时又不能打开引擎启动冷气时，该怎么办？炎热时没有冷气，待在车内是几乎无法忍受的。车内的移动空调的选择并没有太多种，有交流、直流、分体、一体等等的。为了维持我一贯的理念，在不对车体做改动且可轻松还原原车的情况下，并且不占用太多空间，我选择了移动式冷气。首先第一个问题是电力，我已经安装了太阳能板以及24伏140Ah 的锂铁电池，这样的电力应该是足够供给移动式冷气。再来就是冷度是否足够。关于这个问题，我想跟车子空间大小及个人主观及感受有关系，但我还是会将它安装并找出最佳摆放位置，来实验验证这台冷气是否足够满足我的需求。首先制作车窗出风口的隔板，为了错开冷热风的交流，我将开口开在隔板的两侧，以及考虑到出风口的部分可以装的位置不是太多，后来决定装在驾驶座后方，算是比较方便的。但当管线拉好之后，发现进风及排风管的管子看起来不美观且占空间，效能也不好，感觉不是很理想。突然发现这辆车的座位后上方有2个孔可以挂支撑杆，可在下方靠近座椅处的窗口挖2个孔。将冷气管线最短化，然后将冷气吊起节省空间。以上这么做的最大好处是美观。出风口的管子可调整方向，后座放个筒子插入冷气排水管可排水。架起风扇使冷空气在车内空间循环，不管在哪里都能轻易调整角度，使车内每个角落得到降温。所以我决定在这礼拜天太阳大的时候，开车到附近山丘上的公园，从上午10点至11点半实验，预计1个半小时。在移动式冷气使用前，先量室外温度大约34度。实验开始时，室内温度直线上升，因密闭空间加太阳直射及窗户没有贴锡箔的情况下，车内温度升到39度。Zero breeze 功率开到最大的情况下，降温十分缓慢。然后我决定将汽车引擎打开，先让车子冷气，让车内温度降低。大约20分钟后，车内温度降到摄氏29度。此时关掉引擎，车内温度有慢慢提升。在实验结束前，车内温度为32度。在车内没有开汽车空调，只开移动冷气的情况下，比起室外的温度有3-4度的落差。考虑到一天并不是所有时间都是大太阳，为了实验公正，决定傍晚在市区骑楼下，室温28度，湿度80%来做测试。与实验仪不同，当移动冷气开启时，对流一下就能感受到车内温度及湿度的下降也很显著。除了温度有些许的下降，也让车内空间舒适许多，甚至舒服到有点想睡觉。除了大太阳及晚上的时候，我认为在做一个有太阳但不是那么强烈的时段的测试。我选择下午4点半，此时太阳未斜射，室温36度的情况下来测试移动冷气的舒适性。果然在没有太阳直射的情况下，经过10几分钟，温度计的显示慢慢下降，从玻璃照进来的太阳比中午微弱多，而车内温度及湿度都有缓慢下降。
综合以上3个实验，简单做个分析表格如下供各位参考。测试1是在大太阳下，太阳能的输出可以完全供给移动冷气所需的电源，所以我们应该在没有树荫下来做评估。四周的窗户遮蔽，尤其是前挡玻璃，应该是非常必要的。除了移动冷气的风扇以外，增加一个 USB 风扇来产生对流也是有显著的帮助。在夏天中午大太阳下的密闭空间，温度超过摄氏38度以上，240瓦2300 BTU 的冷气可能不足以对抗，温度的下降十分有限，甚至还会升温，还不如开窗户开风扇。在移动冷气运转前，可以将车子冷气先开启几分钟，让车内温度先降下来，再由移动冷气来维持或减缓温度的上升。湿度也是重要的指标，移动空调也能有效的除湿，舒适度的改善也是十分显著。在夜间没太阳情况下，由于车内空间小，此移动空调是非常有用的。在天气炎热时车泊，我的车子不需要大改装，除了中午气温最高时段以外，还可以享受到舒适凉爽的温度。我将它分享给大家，如果你也喜欢，可以试试看。谢谢你的观看。